大家好，我是任意，那欢迎收看我的影片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分享最新推出的 MacBook Air M2。哒哒。那我也非常感谢 Apple 寄来给我开箱，因为没有它就没有今天的视频。那它的尺寸是13.6寸，然后我收到的是 Midnight Blue 午夜色，很酷吧？另外也会跟其他的 MacBook 做一些小小的比较，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的配置，而且选择 MacBook Air。所以作为上班族创作者，我们的口味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，那你们也可以参考参考。那这个是最新推出的 MacBook Air 的盒子。那从盒子外观来看，你其实只看到这个侧面的这个 M2 Air， 很隐约，感觉就是很像在示意我赶快开箱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开玩笑，其实我觉得这个 Apple 是要显示它的这个 Air 其实非常的轻薄，所以才会至于这样子。那我已经真的等不及开箱了，因为我已经收到了差不多1个星期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哇，那个味道真的就是一个新的感觉，很爽。握在手上真的是感觉非常轻。那其实，在照光下才比较明显的看到它是蓝色，不然的话，我这样远远看，其实你会感觉它是一个深灰色，对吗？可是镜头下看，你其实还会觉得它是一个深灰色，可能这个颜色还比太空灰还要灰一点。那打开里面看看。哦，我还没 switch on， 它就自己自动开了，有一点吓到。哒哒！所以这个蓝色呢，真的是可以讲漂亮到啊，被大喊了。那黑色的键盘跟这个午夜色的搭配，其实我觉得是蛮实际，而且也非常适合的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干净，而且不会这么凸，而且非常和谐的，就是不会感觉到不同的颜色这样子，就是很 match 的一种感觉。那盒子里的其他配件又有什么呢？给你们看看，这是它有给充电线，而且非常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苹果呢，它根据你的 Air 的机身来打造这个电线的颜色，所以我觉得就非常温馨，会不会？一致的颜色不会这么凌乱。但是呢，这个白色的头怎么呢？真的是要嗨压一下的。然后也给了说明书，还有充电头，有2个东西。那每一次买苹果都会赠送它的那个贴纸，然后我听说这个贴纸也是根据你的机身的颜色，就是午夜色来跟你搭配的，所以蛮特别的。哒哒。那这个颜色呢，其实不黑，不是黑色哦，它真的是一个午夜色颜色。从灯光上看，你其实会看到它有点蓝色的，看到吗？我相信你也没有看过这种深色的苹果贴纸吧？因为通常都是透明的，不然就是灰色。那我刚刚已经简单完成了一些初步的设定，所以它现在已经是开启了。那从侧面来看，其实它真的是你可以感觉到非常轻薄，看到吗？就很像一张纸的感觉，你会不会觉得？所以从侧面看，真的会感觉很像超轻一种板凳。然后如果你盖起来的话，更会觉得它就是这么细又这么薄，看到吗？所以带出去你会感觉到蛮好拿的，而且也很轻松的可以放进包包就可以出门了。那拿着你也会觉得很离不开手，因为它的手感呢真的是非常好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关于这个午夜色呢，它很容易沾指纹。所以我刚刚实际体验了一下，天哪，这个不是苹果吗？所以它真的是很容易沾指纹的。那相比其他银色呢，它真的是不会沾指纹的。那如果你要体验一下，你可以去苹果店看一下，因为我已经感受到了。所以再来就是 M2 Air 的接口呢比较少了。那其实我都知道 Air 的系列呢会比 Pro 来的少一些些。主要就是 MagSafe 充电跟2个接口，还有一个3.5mm 的音频接口。那讲到这个音频接口呢，我觉得如果你是使用蓝牙耳机的话，你的蓝牙耳机会没有电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外使用长时间的话，蓝牙耳机未必实用。所以拥有这个3.5mm 的耳机接口呢，至少你可以长时间在外剪辑视频啊、会议视频啊都没问题。所以我觉得苹果提供的这个3.5mm 的音频接口还是蛮理智的，毕竟它有想到我们这些人在外使用长时间。
那这次的 M2 Air 呢，它搭载跟以前的 MacBook Pro 一样，就是有小刘海，然后细边框。那这个小刘海呢，一开始真的会很不习惯的，就是有一个东西凸出来这样子。可是它的细边框其实就把它的那个屏幕稍微变得更大，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刘海凸出来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大的问题，还是可以适应的。那其实这个边框呢，是目前 MacBook 里面最细的一个了。从上一代 M1 粗边框到现在的 M2 细边框。好，那其实我已经短暂的体验了这一台 M2 Air。那其实看1-2个小时的戏啊、视频啊，其实是真的是很不错的。可是刚开始用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这个荧幕会稍微带黄。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不大，因为用着你真的会习惯这个颜色的。那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，但是对于你的话，你就得深思考虑一下，这个是否会是你一个问题。因为我看其他 YouTuber 分享呢，其实都有这个趋向的。那重量是1200克左右，然后也是 MacBook 里面最轻的一台 Air 了，所以一只手拿着真是感觉没什么了。毕竟有运动嘛。那至于屏幕亮度呢，根据官方网说，它其实只有500 nit， 就是500 nits。所以比起它的竞争者呢，其实它是稍微比较沉一点的，就是不会这样亮。但是如果你开到玩那个亮度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亮度还是真的是很亮了。所以既然它没有这么亮，我就想到其实它真的会省电。毕竟像我这种长时间看着屏幕的人，差不多有12个小时，有时候这个500尼特我可以说它真的是很足够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听说 M2 的颜色会带黄，然后也不会这么亮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其实它就500尼特，不会这么亮。那说到镜头，就是这个刘海了。那这个刘海呢，其实它是1080p。那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拍出来的颜色会稍微带黄了一些，就是比较 warm 的一种 temperature 的 color。那其实你可以放心，其实从不同电脑的 panel 看的话，其实那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。可能人家看的是一些蓝色，然后一些比较白，一些比较黄。那其实你可以放心了。那讲到电池，根据官方网说，他们说 M2 Air 比 M1 Pro 的电池还要多1个小时的续航力。那我自己也实际看了一下30分钟的 Netflix， 然后我发现其实电池真的是才掉一个7%、8%，一点都不多。那喇叭方面其实还行，我没有什么在用，因为毕竟我是用 speaker 的。但是这个喇叭其实是足以播放在于这种小房间啊，你还是可以听到的。那声音也是可以接受的，就是蛮立体一下的。那其实我把它声音调到最大的那个声音，其实也不会有那种杂音这样子。那很多电脑很多时候他们开到最大声有那种杂音。这么薄的一个电脑，它拥有这样好的这个声音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惊讶一下，就是做到很好。所以以上就是我提供给大家的参考。那其实我自己知道，其实 Air 系列会来的稍微低端一点，但是使用过后呢，我觉得其实这个 Air 一点都不低端，而且是很可以接受的。那我觉得带着轻薄的笔记本其实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出门带着它真的会不当一回事，因为太轻了。而且 M2 的电池也是非常耐，然后可以给我写一整天的稿，这一点我真的服了。而且还剩下差不多28%让我使用。可是颜色方面呢，就有一点小小的失望，因为这个颜色呢，我以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就因为它会沾指纹哦，所以在这里要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学生、上班族的话，普通上网、打作业、打一些档案，这台 M2 我很肯定的可以跟你说，真的是很足够的，而且又这么轻，没有理由你不带去学校或公司上班，对不对？所以再看呢，如果你是老板等级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买这款 M2 Air 给你的员工使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选择你想要的 M2 Air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然后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很实用的话，记得给我一个赞哦，还有订阅。我是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那盒子里面的配